顾某三，你小子太皮心眼了，就是不给你，怎么样？你卑鄙，你才卑鄙呢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混账！你混账！顾某三，究竟是场什么样的会议，让国民党两大上将拍桌对骂？这还得从老蒋下野后说起。自从国民党在3大战役中战败后，老蒋损失了154万精兵强将，5大主力几乎所剩无几，不仅丢掉了江北的半壁江山，连总统的位置都难以保存。在党内党外的压力下，老蒋以退为进，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位。李宗仁上台后，做着划江而治的美梦，要求与我军和平谈判。在得到我军同意谈判的答复后，便召开了这场国民党高级干部的研讨会。在会议上，李宗仁提出了4个议题：第一，就是由张治中领头，选出和谈代表前往北平参加和谈；第二，便是加强长江防务部署；第三，将长江以北撤回来的部队东调守护京沪杭三角地区；最后就是10个美械师的装备分配问题。然而，还没开始讨论，白崇禧就越过前3个议题，直接就要分配这批装备。兄弟在广西武汉有几个新兵训练处，兵员大都征足，急需武器装备进行训练，好早日投入作战。我要求分配给华中4个师的美械装备。面对白崇禧10要其4的做法，身为老蒋死忠粉的顾祝同当即就不乐意了。要知道，白崇禧虽同为国军阵营，但却属于桂系，而桂系一直跟老蒋在党内明争暗斗，就连老蒋最后这次下野，背后也有桂系的身影，所以顾祝同立马就提出了反对意见。我去，许多好武器，能打仗的部队不发，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，结果都送给了共产党。白崇禧这段话讽刺的意味很足。什么是能打的部队？什么又是不能打的部队？能打的说的自然是他的桂系，不能打的部队指的自然就是老蒋的嫡系，那些被我军消灭在辽沈和淮海战场的部队。同时他也在暗讽老蒋与顾祝同的指挥无能。现在搞成了这个局面，顾总长，你还想把持操纵吗？白总司令，你不要指桑骂槐，血口喷人呢。顾某三，你想让我这40万部队喝西北风是不是？你倒是说呀！先生，这我管不着。见什么三？两人谁也不服谁，当即就像泼妇骂街一般在会议室吵了起来，丝毫不给新上任的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一点面子，引得会议室众人面面相视。有话好好说嘛。说，这件事我会公平处理的。这场会议就这样草草结束了。然而和谈的使命依然要继续进行。张治中在结束会议后，便乘机飞往了西口，拜访正在赋闲在家的蒋介石，借此探究老蒋对和谈的看法。此时的老蒋虽然学着勾践卧薪尝胆，暗暗折服，但国内国外的局势对他来说很不乐观。他派搭领宋美龄去寻求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援助，却不出意外的吃了闭门羹。而造成这样的结果，全因当初杜鲁门与杜威竞选总统的时候，老蒋站错了队，资助错了人。现如今杜鲁门连任，自然极度排斥老蒋这种墙头草的行为，但为了安抚军心，老蒋还是把汤恩伯等人哄成了胎盘，谎报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功。当张治中来到西口时，他与老蒋来到了蒋母的陵园会面。张治中此行的目的无非就2个，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试探老蒋对和谈的态度，另一个就是想逼老蒋出国。因为张治中知道，即便老蒋现在下野，但依然把持着朝政，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兵权和财权都还是由他操控。如果老蒋此时反对和谈，或在和谈的时候暗中掣肘，那和谈将不会成功。所以他希望老蒋能远离政治中心，最好是出国。南京最近呢，是有很多人都这样主张，希望您还是借这个机会能到国外去考察疗养。文白，我已经告诉过你，我不想再当总统了，那我就是老百姓，老百姓就没有居住的自由了吗？老蒋的严厉拒绝让张治中无可奈何，从老蒋的态度就能看出，他对权力有着极度的迷恋，嘴里说着不想再当总统，可又不愿远离政治漩涡，无非就是想像前2次下野一样，等待时机重新复出。而与此同时，身在南京的李宗仁也为和谈做起了安排，他约见了原国民党的参谋次长刘斐，让他作为此次和谈的代表之一。而李宗仁为什么会选择刘斐代表自己呢？其实他心里有2点考量。第一，刘斐是桂系的老人了，在情感
板上他信任刘斐。第二，刘斐已经离开政坛，前面提到他是原参谋次长，现在已经不再担任任何职位，在政治上相对干净，不会引起太多争议。临行之前，李宗仁之所以约见刘斐，就是为了给刘斐透露底牌，增加底气，希望他前往和谈时能坚持自己的划江而治。至少我手中掌握着3张王牌：一，全国百姓要求和，立法院大多数委员主张和，司徒雷登大使说美国政府支持我和，如果和谈成功，我一定签字，反正总统大印我随身带着。这可是一张王牌呀！我还有一张王牌，剑圣的40万军队。你呀，放心的去谈吧，我自有安排。好，除了这3张王牌之外，李宗仁还做了更为稳妥的安排。他派了2个私人代表，以个人的名义先一步前往了北平与共方秘密接触。他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殊不知南京方面的一举一动都在我军的意料之内。在另一边的北平城，我军的周恩来也在同我方的各位代表分析研究国民党的和谈意图，以达到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的成效。这次谈判啊，主要是和桂系谈，黄绍竑、刘斐都是要角啊，要轮流呢和他们进行接触啊。当然，无论是对垒还是谈判，任何场面都是实力的较量。所以，为了威慑南京政府，我方派出了聂荣臻、叶剑英、1013 3位带兵的大将作为谈判代表，静候南京和谈代表团的到来。而在奉化溪口，张治中在会晤完老蒋后，没有得到老蒋明确的指示，便返回了南京。张治中还以为老蒋是真的不想再管和谈的事了，其实老蒋是在麻痹他。作为主战派的代表，老蒋早已将和谈派视作投降派，他要等李宗仁和张治中碰到钉子的时候，再出来收拾烂摊子。所以从头到尾，老蒋的目的都是在利用李宗仁，或者说利用桂系以和养战。